我是冷淡熊，今天继续讲这个哆啦 A 梦的故事。上次说到，大雄在体育馆里遇到的巨大原亮色怪物，冷淡熊我打了无数次，均丧命于此。了解我的人都知道，这个时候就要发挥传统手艺了。在网上攻略的加持下，原来这里不能和原亮怪硬碰硬，只要找到打开2楼大门的卡片即可。离开了体育馆，从西侧的教学楼里传来了一声惨叫。苏云姐，你这里欠我的有什么还？大雄辨认出了这是出木山的声音，走到2楼大门的控制室门口，干！系统强制大雄必须先去救出出木山。没走2步，又从窗户中出了2只小狗，害得我晚上又洗了一条裤子。大雄继续赶路，路过保健室的时候，记得存个档，并不是接下来会有什么危险，而是这个游戏的 bug 实在是太多了。来到了家庭科，出木山已经被一只僵尸逼到了墙角，大雄一枪放倒了僵尸，救出了出木山。2人返回了大保健室，小夫、胖虎、静香也回来了，分别带回了物资。小夫他们不光拿回了食物，还从旁边的枪械店里拿回了几支霰弹枪。日本什么时候也成了可以公开售卖枪支的国家了？大家又重新分配了一下任务，各自出发了。大雄又回到了控制2楼大门的控制室，插上卡片，2楼的第1大门派卷帘门打开了，但是3楼的依然锁着。就在大雄准备离开的时候，从屋顶的通风管里窜出了一个小可爱。这个小可爱正是游戏史上第一舔狗舔食者，但这个画风更像是从精灵宝可梦里走出来。刚一出来，害羞的舔食者就跳窗逃了。来到了2楼，就近走进了音乐教室。音乐教室的右上角有一个隐藏房间，但房间的门似乎被什么东西堵上了。利用手上的武器，通过使劲敲打，可以把门打坏，这就是所谓的灭门惨案。进入之后，发现没有什么对于游戏进展的重要东西，只有一些弹药。大雄取得弹药，一路向西，突然迎面扑来了一大群乌鸦。冷淡熊还以为是宇智波鼬在附近执行任务，在其中的一只乌鸦的身上找到了3楼电脑室的钥匙。来到最西边的图书馆，大雄首先击毙了这里的僵尸，因为大雄注意到这几组僵尸在变异前看起来像是来占座蹭空调谈恋爱，并非学习的。大雄制裁了这几组异性恋之后，发现了图书馆的右下角也有一个隐藏房间，同样用武器打破了门之后，在里面找到了一张纸，纸条上写着密码 B。 这时大雄的电话响了，打来电话的不是 Snake， 是出木山。出木山问大雄，看见绿川胜奈了吗？他刚才看见了一个跟他很像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长得很像的人，比如汪峰和白岩松，夏雨和张一山，何正宇和冷淡熊，这并不奇怪。刚说完，从门外就传来了一个女生的尖叫声。人命关天，此刻大雄必须放下所有的事情去救人。于是大雄来到了1楼的保健室，拿到了弹药，刚准备出门，回头顺便存了个档，然后匆忙赶到了2楼的男更衣室。打开大门，看见2个僵尸正在用餐，大雄打倒了2个僵尸，走近发现躺在地上的女生并不是绿川胜奈，和出木山又通了电话确认了情况。忽然之间，从隔壁女生更衣室里传来了异响。出木山告诉大雄，他刚才找到了一把钥匙，放在了1楼的保健室，应该是女生更衣室的。取得钥匙，迫不及待的来到了2楼女生更衣室，但这里面空无一人，但靠在墙边的柜子发出了响声。大雄不能确定柜子里的是不是僵尸，不敢轻易的打开柜子，让里面的东西出柜。大雄心想，万一贸然打开柜子，出柜的是一个比利王，将会非常的麻烦。此时大雄和冷淡熊一样面临了3个选择： 1. 打开柜子一探究竟； 2. 不打开柜子当没听见； 3. 不更新了，出去喝酒。好的，那就听观众老爷们的，选择3。
大雄用武器打坏了柜子的锁，刚想打开的时候，绿川胜奈猛的一下从柜子里跳了出来，把大雄给砸晕了过去。大雄被大家运回了保健室，大家又分头去行动了。没多久，大雄从昏迷之中醒了过来，醒来发现大家又抛弃了他，桌上放着一个纸条和打开3楼卷帘门的卡，打开了3楼的大门，来到了3楼。这里一定要注意，来到3楼一定要先去电脑室，从这里拿到了一个小钥匙。得到了小钥匙之后，来到了厕所一旁的一间房间，居然遇到了哆啦 A 梦和安雄。大雄看见哆啦 A 梦非常的激动，大雄问哆啦 A 梦，快使用你的4次元口袋，哼哼哈嘿。哆啦 A 梦遗憾的告诉大雄，他的口袋在之前和妈妈的对抗之中弄丢了，又告诉大雄，安雄刚才被那只巨大的怪物给咬伤了，好像中毒了，让大雄去保健室拿血清来治疗。大雄走出房间，突然意识到有些不对劲，解毒血清并不是所有的都通用，为什么哆啦 A 梦这么笃定的让我去保健室拿血清，加上学校为什么会有治疗怪物的血清？但是情况紧急，大雄只好先到保健室，用刚才在电脑室拿到的钥匙打开了柜子，拿到了血清。治疗之后，把安雄放到了保健室休息。这时又接到了静香他们的电话，说静香在后门那边把脚给扭伤了，现在躲在一处仓库里，后门的锁是密码锁，要去寻找密码才能打开。哆啦 A 梦让大雄去忙吧，他来照顾安雄。那么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